湖南群山环抱间藏着一座百年古村落，无人机镜头下，几栋房屋竟依旧透着崭新模样，甚至散落着些许建筑材料。可蹊跷的是，房子周边不见开垦的田地，不见烟火踪迹。这座古老村落是否仍有人居住？满怀着好奇与疑惑，就让我们走进村落，亲手揭开它的神秘面纱。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兰，祝大家朝朝如恋，喜随安兰。今天我又来到了湖南的一个山谷里面，在山谷的深处曾经有一个古村落，但是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古村落里还有没有人居住。在我的身后有一排排的电线杆，看样子没有废弃，因为上面布满了电线，而且一直通到山谷深处。在电线杆所在的土地都长满了杂草，看样子已经荒芜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土地曾经是土地呢，还是农田。我们只能问一问山谷深处的人家了。好了，现在我们就出发吧。嗨，大家好。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比较幽静的山谷里面。在这个山谷的入口处啊，我们可以看到成片已经荒芜的地方，上面呢还是能够看到以前村民种植了一些像这个芋头啊，还有旁边的类似这样的一些经济作物。具体镜头前方这一片是田地还是土地呢？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因为在入口处啊，我们还没有看到村民。但是从电线杆上的布置来看，应该是里面会有人，所以我们待会儿就看去两边，因为现在这个山谷啊，我的左手边有一条泥巴路，右手边呢也是一条泥巴路。现在我们想走左边去，沿着电线杆进去先看看，因为右手边这里没有看到电线杆，可能右手边呢不会有人，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我们先呢去从左手边看一看。走到这个位置啊，这里就完全是属于一条非常老的泥巴路，上面呢有一些砖块啊、碎石啊，这就是我小时候在40年前这样的路。这种路以前有人的话，应该都会可以骑三轮车或者是摩托车进出。这种道还是比较宽的。是的，而且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上面都还有废弃的这个栏杆，这样是围起来啊，可能防止一些猪啊，还有一些羊啊，类似这样的鹅呀、鸭呀，跑到这个里面吃东西。像刚刚安南说的这条路，我们小时候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步行，要么就是骑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40年前都比较少见。我们左手边呢也是石头山，在湖南呢，我们已经有去过很多一些山谷了，基本上都是石头山，而且这石头山啊，长得最多的一个野果子就是木子。然后现在呢，正是山茶花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都是成片的这种野山茶花。白色的，这样可以看到这个山谷里面啊，在几十年前啊，这个位置应该还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今天的天气非常适合出来，不冷不热，温度呢非常适中。再过1个月就要开始下雪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12月初了。它这里的电线一直都是往山谷深处一直的延伸。是，而且下方看上去都还有类似于电话线，所以这个山谷里面以前应该住的人还比较多。这里可能以前还是个羊肠小道。是的，这里上面都还有这种货车或者是拖拉机开进去过的痕迹。你看那里还有一个泥巴栏杆在前面挡着，应该这里呀，可能有村民在这里开垦的菜地啊，种的一些蔬菜啊、水果啊，包括这里还有废弃的这个芋头，你看都没有人管了，基本上就是任它自由生长了。还有眼前的这个桂花树，以前都是村民在这里种的，所以这里面可能以前是有一栋房子在里面。我们先走到这个里面，简单的看一下，我们不走得太深了。这全部是用竹子、杉木做的一个栏杆，做的围栏。我没有猜错，以前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屋场来的，只不过后期已经荒废了。好吧，我们就不走到里面去了，因为看上去这里没有人走动。我们先沿着大路走吧。哎呦，鞋子掉了。我的鞋子都被这群草啊什么的勾住了。OK， 这条路上看上去还是有人走动过的痕迹，因为路上啊都还有一点点车轮印，还有这种步行的脚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山谷的入口处的村民啊，到这山里面来啊采野果子。它这里的山茶花开得好茂盛。是的，香气扑鼻。这些山茶花不知道是当时的村民种的呢，还是野生的。但是现在眼前的这些树啊，应该就是以前村民栽种的。两侧全部是这种杂草了。地上好多飘落的山茶花叶、花瓣。你看看，现在天气稍微暖和了一些，很多鸟就在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了。然后还有蝴蝶呀，还有好多这种小虫子。蚂蚱都跳出来了。哇，这边山谷下方看起来以前应该是一块田地，也就是我的右手方。那么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啊，可能几十年前啊没有这么宽的道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左手边这个山体啊都是有开挖过的痕迹，虽然过了10来年，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它不是自然形成的一个山体。看这里以前是可以登到山顶上的，这条路应该是后期新开挖过后啊，可能村民啊去这个山上去采野果子。在这里有很多的桂花树。这个就是桂花树了。所以这个山谷里面以前住的人啊，应该还比较多。沿路栽种的桂花树啊，就代表有人家在旁边。它这里的车轮印就很明显，很明显了。所以这里面有人啊，看看这栋房子废弃了。哦，
现在在我们的上方，所以我刚刚说的那条路啊，就应该是村民挖上去里面的一条路。我们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再去上去看一看。现在我们还是继续往山谷里面走吧。而且这栋房子还是新修的一个房子，上面都还贴的有瓷砖，所以这个房子啊，废弃的时间呢，应该不会超过15年。现在很少有人愿意住到这个山谷里面，尤其是一些年轻人。老年人呢，也慢慢的住不习惯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山谷里面啊，交通不便利，有点身体要是不好的话呢，出门就医啊，或者出去啊，遇到下雨天呐、下雪天呐、或者是道路上面会出现泥石流啊，或者是山体滑坡啊等等，都会造成给山里面住的人呐、非常多的不便利。在这边有一大片的芋头地，没人管了。这里已经就是彻底荒废了。这一片应该是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但是物是人非，没有人耕种，没有人打理，再好的地方都会被野草给掩盖。我的天，这里全都是，这里以前应该是农田种水稻的，而且那边还有一口池塘，应该以前是养鱼的。对了，这里有池塘，可以引水进去。这里的也可能是池塘，也可能是田，也可能是头，但是下面池塘啊，应该是养了有鱼，所以有池塘的地方离那个房子的距离啊，我以前有讲过是不会超过50米的，所以前方50米应该就是有人家了。又是一棵桂花树，这棵桂花树，看它的这个心茎，保守就有50-60年了。因为桂花树它的生长期特别慢。这一路下来，现在这一路下来全都是桂花树了。然后这一棵树呢，以前我一直不认识，这是什么？这个好像是罗汉松。对了，因为出门在外啊，有时候见识也比较少，还有一些树啊，很多是嫁接呀，甚至是树种啊，会比较接近，不好给它详细的下结论。这棵树都长得非常的茂盛。这一路过来，这些桂花树啊，有20-30棵。看到房子了。这个房子看上去也是比较新。这里还有一个小道。这里还是搭建的这种简易棚，可能是做这种瓜果蔬菜或者是这种大盆菜的一个地方。我们先走到这上面看一下。是的，没错，它这是做的一个大棚基地，应该是种一些水。然后周边你看，它种了很多一些板栗树，还有一些橘子树，所以这个村庄啊，看起来属于荒废的状态了。不知道这栋房子有没有主人在里面，是否还有人住？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这边呢也是有一口池塘，这条路啊走得很光滑。这里还是那种砖房，都铺了水泥路面。哇，看起来这个房子应该是有人住，这里还养了鸡嘞，看到吗？是的，现在应该都是开始养殖了，专门做养殖的了。它这个搭的这个
大棚呢，还不是做种植的，做养殖的，专门养的鸡在里面。既然养了鸡，但是没看到主人在里面，就奇怪了。你看这个房子修在这里，还做了一个门，所以这栋房子当初主人呐，还是花了一定的财力和时间去修建，而且从这上面看上去，它的这些电线啊、网线啊都有拉到这里来，但是看上去呢，荒废的时间应该不是很长，可能就10年的样子吧，因为它上面的全部是混凝土结构。地上还有许多栗子壳。好，我们再走到这里面去，看看小这里应该是猪圈。我们看看里面会不会有狗啊？你要小心。房子，因为它这里养了鸡，可能时不时主人会过来这里打理一下，来看一下。它这个房子修的是2层的这种小楼房，而且上面还看到有风箱，所以这个地方交通也还好，路也有那么宽。这个位置就是安南所说的，这里准备是作为一个养猪场。这些材料还堆积在门口。看上去这个养猪场还没有使用，因为这个墙面都还是新的，才盖不久，而且看上面的黄梁部分都还是新的木材，所以这个养猪场的搭建的时间呢，应该不会超过2年。这个养猪场的面积还算比较大，养个100来头猪没点问题。只可惜的事情，我们走到这里面，居然没有看到住在这里面的主人呐。他们不怕小偷跑进来偷他的鸡吗？或者是来这里面拿到一些有用的价值的东西吗？当然了，这个村庄已经荒废了，可能这里面房子里面没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了。你看，以前这里也是牧场，这一块呢应该是一块土地，后面也是开荒的土地，现在全部都荒废了。电线拉到这里就已经没有了，就没有电线了。应该这里就是最后一户人家。这个位置就是最后一户人家。这个位置呢，属于一个山谷里面，四面环山。虽然后面的山不高，只有100多米高而已。然后站在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刚刚过来的山谷的入口处。站在这个位置这个房子建在这里，视线还是比较好的。前面对面有几棵非常高大的板栗树，而且这棵树呢，桂花树呢，应该是移栽过来的。所以这个位置应该是以前的原住民会回来到他的这个祖宅这里做一些养殖，还是时不时到这里面来进行打理。只不过呢，今天我们的运气不是特别好，没有遇到当地的村民。这个房子的门口你看杂草丛生了，上面也上了锁，进不去了。然后这里好多蜜蜂，所以它这里放了蜂箱就能够吸引成群的蜜蜂过来采蜜。它这里以前应该是一大片的桂花树，现在已经被这种攀岩的植物给覆盖了。是。然后我们走到这个前面看一下。看它这个位置，
应该是化粪池做在这里面的，现在还没有启用。它的这个水泥你看都还是新的，所以这个养猪场才修1年左右吧。这些桂花树啊，长得非常不错，像一个伞一样。要是在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时候啊，这些桂花树啊能够卖到2、3万块钱一棵。像我眼前的这2个桂花树可以卖到4、5万块钱，但是现在可能有难度了。我们沿着这个车轮印，我们往里面走走看，是不是里面还有人家呀？我们去看一下。看，这里全部是土地，全部荒废了，没人管了，而且上面那里还有一棵很大的栗子树。那里有个小坡上去，以前这里是一个屋场，镜头的正前方，现在已经看不到任何痕迹了，完全是倒塌了。肯定。所以这个村庄啊，荒废了20年应该是有了。这上面我们看看是不是有人在上里开垦的菜地啊？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没错了，这个位置呢，种了很多罗汉松，然后这里还种了辣椒，种了一些蔬菜。这里还是人工诚心用沙木搭的一座简易桥，所以这里经常有人走动。就是山谷的入口处，大概是2公里以外的。啊，这里是辣椒、山茶花。莫非上面有人住吗？我们再往上走走看。我怎么觉得是那个养殖户在这里种一些蔬菜？对了，这里是砍伐的一些樟树、沙树，哇，这些沙树都还比较大。好啦，这样看起来，里面的这个屋场也是废弃了，没有人了。好，我们就返回吧。站在这个位置，再看前方的风景以及视野，就会显得更加开阔了。这个位置啊，还算是不错的。太阳啊，照射时间也还比较长，里面的空气啊、环境啊，都是数一数二的地方。最关键的事情，我们刚刚走进来啊，还算是有一条大路，不是那种羊肠小道。开摩托车、自行车、3轮车，甚至是小车、货车都能够开进来，只要不是下雨天。哎呀，想想这里是多么好的一块土地啊！然后这里原住民住在这个地方，那些欢声笑语的场景啊，历历在目。现在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待在农村生活，所以以后啊，这些古老的村庄啊，废弃的只会越来越多。哪怕你房子修得再富丽堂皇，修得再好，都会慢慢的废弃掉。所以从古至今都流行一句话：有人的地方才有江湖，
有人的地方才有故事，才会精彩。好吧，我们今天的运气不是特别好，虽然这里养了好多的鸡，但是没有看到主人在家，我们只能够去到另外一个山谷的岔路口去了。看起来这里面池塘的水还比较深，所以我们刚刚走过来的这个地方啊，不是土，应该是田，因为上面有池塘，池塘蓄的水呢就会灌溉到这个农田里面去，所以这个山谷里面沿路走上来，差不多有几十亩土地，就这么荒芜在里面了。现在也没有人愿意去种农田了，还有土地，别说是在这个山谷里了，在很多平原，还有一些开阔的地方啊，种植这种农作物啊的人越来越少，因为收益不是特别好。如果遇上这个天气啊、天灾人祸啊，就会给养殖户啊、种植户啊带来非常大的损失。好，我们现在就去到我们刚刚走到路边的这户人家去看一看，看看这个房子里面的现状如何。我们现在走进去吧。感觉他这里根本就上不去啊。另外那条路不是这条路。好多蜜蜂是不是？这不是蜜蜂，这苍蝇啊，嗡嗡嗡的响。这条路吗？就是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爸爸不是说过吗？这里以前应该是一条路嘛，这里全都是碎石头，挖上的一条路嘛，所以这条路是完全废弃到这里了。你看，走到这个位置，完全是杂草丛生了，根本就上不去。慢慢走吧，哎，就这样踩过去，没关系，慢慢走。这天气，就害怕突然被绊倒。就这样踩着慢慢走，不急。啊，这个主人家以前这个位置把这个路全部挖出来，也是下了一点点成本的，但是没想到，估计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会搬离这个地方，因为毕竟他这个房子被扎建的到了，还不错。好，让爸爸往前走，爸爸给你开路。来，好尖利啊！这等一下，个是你走在爸爸后面，我给你开路。好，跟着爸爸走啊，跟着爸爸走啊。哎呀，一人多深的杂草。哎呀，可扎死我了！一人多深的杂草走进来，啊，这房子彻底就淹没在了杂草里面去了。爸爸，我被刮住了，怎么办？好，你就在那里等我吧，好不好？你就在那里啊。全是刺，扎到肉了没有？没扎到，但是我这裤子完全都被刮住了，根本就动不了了。我过来。好痛，它的刺好尖，荆棘。来，来，我看一下。它都围成了个圈。来，走啊走啊，把鞋子拿出来就可以了。对不对？扯了扯了，好，走了。安然就让它在门口吧，因为这个杂草太深了。我们看看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这里是电线扯进去的，扯到这户人家里面去。因为进到这个户人家里面只有这条路了，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进去了。
你看它上面的这些杂草啊，全部长到房子上面去了。而且这个房子看上去，它外面抹的水泥墙、瓷砖，应该都不会太久。但是就这么荒废，真的是可惜嘞。哎呀，没法进了，里面的情况看不到了。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哎呀，这就是丛林探险了。哦，没有带镰刀，没办法进了。我也只能够返回了，只能够感叹这户人家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把房子修得这么好，然后呢又把它荒废在这里。因为我们走到这个山谷里面来，整体啊不会太差，环境啊、交通啊各方面也不差的。好，再往前走吧。好，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山谷的这个山岔路口了。前面好像看到了一位爷爷吧，在那个左边，刚刚好像是看到有一个人，我们去看一下。啊，是的，是有一位看上去像一位大叔。爷爷，你这在山里面摘什么啊？啊，摘东西啊？啊。摘木子吗？走到这里面，我要看啊，里面还有人家是吧？没人住了吗？房子荒废了。啊，那里面呢？没屋了，都没人住了。啊。啊。啊，都没人了。以前这里面住的人多吗？这里面？啊，这里面以前有几十个人。啊，这得什么时间这里面荒废了呢？啊，全部就挨着公路去走了，对不对？在这个山里面的人呢，就待不习惯了。有水吗？这里水多吗？这里面水？水好多。水有多？水还不是啊，这工子都搞成桥了。哦，我以为这里有溪水没有？溪水？山泉水。也就是山泉水有没有？都打个井，打盖个了。啊，全部要打井。拿井把盖子盖个了。啊，把那个盖子把它盖起来了。所以你这以前这是田吗？以前这一片都是田，全部是田，但是现在都荒了，没人种了。人都搬离了。不动吧？啊。居民全都搬离了。啊，几十亩田。这里几十亩田呐？哦，你以前这里是只住了几十个人，那差不多也有10-20户人家了。啊，这对面有人家，这里面人家，那里面有人可以进去可以玩一下吗？像那个山里面。河不是青草啊。啊，全部是草了。啊，没人过生的。啊，都没有人过生了。哈哈哈。啊，那个门口那个房子是你的吗？啊，你也是从公路这边走进来的。我是那边下面的走头。啊，这下面走过来的是吧？下面的走头。哦，好，谢谢。好，刚刚跟这位爷爷沟通了一下，刚刚这位爷爷说了，这一片以前全部是良田，但是看看几十年以后，完全是一片荒草了。这里只适合养牛、养羊、养鹅，让他们过来吃草了。这一块良田养育了多少当地的村民啊！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里面生活、居住。但是随着这个城市化的进程，生活在这个山里面的当地人呐，不得不出去谋求更好的生活，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好啦，刚刚这位爷爷说这里面是没有人住，但是呢，我在这个三岔路口啊，用无人机飞了一下，看到是有一栋房子在这里面。正常应该也是荒废在这里面的，但是不过呢，我还是想沿着这条路啊，走进去看一下里面这座山谷里面的大概情况。既然已经到这里来了，你看这个位置又是一口池塘，所以这个池塘里面的水都是灌溉到下方的这个农田里面去的，所以以前这里种田种土都是不会有问题的。水资源呢，刚刚这位爷爷说了不缺，可能这里唯一缺的是2样东西，就是没有现代化的生活，可能没有网络，还有多方面的。上面这个位置以前可能是个田或者是一个牧场。这条道路走进去啊，也还是蛮宽的，都是后期开挖过后，路面啊显得会比较宽敞。但是走到这个位置，又是有接近1人高的杂草了。这个位置啊，以前这里肯定是一个牧场来的。好，我们再进去走100米吧。它这里真的是杂草丛生，感觉自己跟来到了热带雨林一样。到处都是落叶。啊，你看这里面都还有农田，还有土地，所以以前住在这个地方的当地居民，他们就是能够开垦出来的地方全部开垦出来。因为这位爷爷说这里面以前住了接近几10个人，所以要想养活这么多人，他们不去做太多的开荒开垦啊，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这里就豁然开朗了。以前这里应该是个牧场。这一片呢是种植了很多桂花树，整个这个村庄啊种的桂花树还真的挺多的。这里面呢是一条羊肠小道，这上面呢是一条新挖的一条路，应该是去山上的。这个位置以前属于一户人家的一个羊肠小道，我先走到这个位置吧。好，我们就不往里面走了。这样看起来，这个山谷的尽头就在我的正前方了。大概有200米左右的距离，看上去里面也没有房子了，完全是荒废在里面了。好吧，今天我们这个山谷里面来探访这个古村落，我们只能够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因为除了刚刚在这个三岔路口碰到的村外的一位爷爷，而且他还不是住在这个村里面的人，他是另外一个村的，只是说到这个村里面呢，他要来这里采摘一些野果子，但是他也是无功而返，因为太多杂草了，而且一个人到这山里面来啊，还是不安全。虽然眼前你看这些板栗树啊，都是以前这些村民栽种的，但是现在基本上都废弃在这里了，可能结了一些果实啊，会有村外的人外面的人到这里面来进行捡拾采摘。这样看来，我们今天探访的这座古村落又是处于一个废弃的状态。大家甚至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几块良田完全废弃了，没有人过来打理。但是呢，这里的环境非常的优美，绿意盎然，空气清新，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我探访了这么多座古村落以来，这座古村落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没有山泉水，让这座古村落少了一些诗情画意。好啦，今天的山谷古村落探秘之旅，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